大家好，我是 J， 继续上一集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我的 BOB。那其实我也还在学习的路上，所以包包内容可能看起来也没有到非常的专业，就当做和大家互相交流分享。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建议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Hello， 如各位所见，这个是我的 BOB 会用到的包包。那平常我出国或是国内旅游5天4夜行程，也会背这个包包。就是如果没有托运行李的话呢，背这个包包30公升也蛮够的。如果去的地方是夏天，就不会太冷的话，衣服也是够装的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包它的正面，它这个是全防水的，就是它的这个拉链的部分呢有做胶条。所以雨水或者水就比较不会渗进去。那布料本身也是整个防水的，就是水泼上去，它水马上就会掉下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包包的内层，好，它是这样整个打开的。现在是空的，我还没有把 BOB 的东西放进去。好，那有些东西我常态性的放在里面，这样子出去玩的时候呢，我就不用再另外装进去。像是我们从最外层的这个隔层来看。这个隔层我放了一个这个折叠餐具，那这个折叠餐具很方便，它是可以微波的，然后折叠的，变大之后它大概有600ml吧，这个牌子的，这好像叫做太空折叠餐具罐。然后这个是夹链袋，可以装食物用的。好，我带了一部免洗餐具，那当然我平常自己就会带那个折叠的钛餐具。好，这是这一层全部东西。另一层打开来，这是一个女性的用品，2包袖珍面纸、湿式卫生纸，2个备用的购物袋，这个我在 EDC 有放。好，这个是外层2边外层的所有东西。好，那现在打开包包来看。它里面呢还有2边2个小口袋，里面也可以装一些常态性旅游会用到的用品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口袋我放了什么？我放了一个那个迪卡侬买的折叠衣架，方便出国如果住那种比较便宜的背包客栈啊，没有地方可以洗衣服用手洗的话，就可以拿这个挂起来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晒衣绳，那其实它本身是伞绳，我大概剪了3公尺吧，可以绑在那个就是房间找地方绑绳子，然后就可以挂衣服。那我在兰屿的时候呢，就有用这个晒衣服，很方便。然后我还有带几个这种衣夹子，那这个线就可以穿过去，就可以拿来当做晒衣服的东西。我大概准备了总共4个夹子，就可以夹袜子啊、内衣裤。接下来我有带一些橡皮筋绑东西用的。好，那袋子的另一边呢，我装的东西，2片备用的口罩，还有一个大的压缩毛巾，还有小的压缩毛巾。这个一沾到水呢，它就会马上变大，然后就可以擦脸啊，或者擦身体。那上一集我有提到说我很注重牙齿的健康，那我就是准备了一些备用的漱口水，然后跟牙膏、牙刷我都已经放在 EDC 里面了。一样是几个浴帽，它的用途很多，上一集有想到，就是可以当临时的呕吐袋，或是装食物、装拖鞋啊，或是当一些要隔离物品的这个袋子都非常的好用。好，接着我就把这些东西装回去。平常没有用到这个袋子的时候，它就是充当一个 BOB 的角色。那 BOB 的东西呢，我部分是装在这个鞋带里面，因为这个鞋带我之前都没有用到，那我现在索性呢就把它当作是装 BOB 的东西，因为它刚好呢可以卡在这个包包一半的位置，所以就会变这样子。这是部分 BOB 的东西。那我这个空间我可以放水啊，或是食物，或是一些衣物。我一直都在改良这个 BOB 包包的内容物，因为有些东西我一直觉得它是介在 BOB 跟 BOB Plus 之间的一些物件。
好，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从最外层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最外层是比较容易取得的。我放了一个头灯，那这个头灯呢，它是充电的。我一直在想说，是不是要把它换成就是18650那种充电电池或是干电池，因为我很怕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再帮它充电。好，那它有3段式的亮度，按2下它会变红光，然后还有闪红光。好，在夜间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头灯一定要选这种有红光的，因为如果你在晚上呢用白光的话，其实很引人注意。那这个红光呢，就是比较隐蔽性会比较好，然后也比较不会去打扰到别人。好，接着我放了一个这个滤水器，那这个牌子的 Be Free， 然后这个是这个牌子，这应该是念卡塔丁吧。接着我放了2片一次性的手套，那这个在 EDC 里面我也有放，那这边主要就是备用的。好，然后2片棉垫，还有纱布，这个是清洁伤口啊，或是止血用的。我放了2个太空毯，那 EDC 我好像有放1片吧，就是这边都是备用的。接着我放了这个 3M 的这个手套，这个手套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手啊，像如果需要搬东西什么的，比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手。好，我们接着进入里面的东西，它会整个这样打开。好，那这一层东西我放了一个人工皮，3片，这是 N95吧，备用的口罩，备用的牙刷，这个是装水用的，备用的棉签，这是一个耳塞。这是洗脸巾，那沾水之后呢，一样可以当毛巾来使用，也可以用来当做清洁伤口，但不太建议，如果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再用这个。这个是酒精湿纸巾备用的。好，那这个是丝袜，这个丝袜呢是我已经几乎没有穿过的丝袜，那可以拿来当做粗过滤，就是装水的时候当做粗过滤的东西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VOV Plus 里面要放的东西。如果你是去避难所的话，我觉得用到的几率可能不高吧，因为我也没有真的去做过避难所，所以现在也是凭感觉来准备。好，接着来主隔层。主隔层呢，我先放了2个食物。这个豆干呢，因为我本身吃素的，所以我的选择不多。如果蛋白质的来源呢，主要是豆干吧，或是真空包装的那种卤蛋啊、铁蛋都可以放在里面。那这个豆干呢，效期它可以到2026年的5月14号，所以在效期前呢，我再把它拿出来吃掉就好，就是滚动式储备嘛，到时候再放新的进去。那这个还不错，它里面包装5份，那每份的蛋白质有12.6克，还可以啊。这个就是比较长效期的干粮，那这个是日本万有营养的救难食粮，保存赏味期限到2032年。那这边有4块，一餐吃1块，然后再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。好，那这个是我在 Get Home Bag 里面也有放的，就是各种糖果的这个小袋子，大家可以依自己的喜好放进去你想要的糖果。就是4个零食厕所。然后我还有另外放了几个凝固剂，这个凝固剂呢比较没有那么占空间，它只要搭配塑胶袋就可以使用了。我还准备了1瓶防蚊液，因为我真的很怕避难所，可能是地下室啊或者捷运站，如果有很多蚊子的话，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休息了。那这个是大家都会准备的大力胶带，大家也可以去买那种比较窄的，这个我觉得真的非常占空间。有一种是它是捆得很紧，然后小小的一个。这个是自粘性绷带，我还准备了1片这个毛巾，那它可以用来擦身体。那其实这是我妈妈送我的，也是算是一个抚慰性的东西吧。然后这是一个我不想要让它湿掉的所有东西，我都放在里面。它本身是一个我已经不用的环保餐具，那刚好它这样整个可以防水，不会让水进入里面。接着我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防水盒里面装的东西。所以外面呢，我放了乙酰氨酚，就是普拿疼的成分，就是止痛。然后还有中间这个是抗组织胺舒敏宁，因为我之前有过急性荨麻疹，就是半夜的时候，那真的是痒到我以为我要往生了。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是急性荨麻疹，那后来隔天早上看医生才知道啊，只是急性荨麻疹。那备而不用，因为晚上半夜如果痒起来的话，真的会很恐怖。好，接着有一个止泻的药，因为很怕可能住在外面容易
吃坏肚子，或是那个水源不干净啊，如果拉肚子的话，就真的很需要这一种药物。好，这些都是备用的，因为我在药品包，就是我上一集有讲到我的 Get Home Bag 里面有一个药品包，里面是比较完整的，那这些都是备用的。这个是便利贴，用来记录文字的。那我在 Get Home Bag 里面也有放小笔记本，EDC 也有放。那我到时候呢也是会除了带着这个 BOB， 我还是会带着我的 EDC 的，所以大部分这个 BOB 里面的东西都是作为一个备用的用途。然后一样是备用的原子笔，还有奇异笔。好，这些是一些咖啡附的那个糖包，那一样是作为一个备用的能量的来源，因为有时候低血糖呢，你真的会头晕目眩，所以这个呢是可以救你一命的。那这个是我以前在上健身教练的课程，在上那个课程之后呢，他有提到说我们在教课的时候本身可以带一些糖包，那如果有学生突然就是觉得晕眩或者低血糖的话，这个可以泡水然后让他喝下去。这是一个盐罐，那这个呢，我是用女生的那个粉扑罐，然后放盐，因为粉扑罐它有洞洞嘛，就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，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它就可以很像盐罐一样用撒的。那当然也有一些露营专门的那种盐罐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。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BOB Plus 里面放的东西，就是我现在就先把它放进来。这个是备用的口哨，这个是火柴棒。我一直在想说要不要放打火石。但我觉得那个又比较像是野外求生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也许要加一些打火机进去，做一个备用的火源。好，那这个是小蜡烛，这个蜡烛一颗可以烧3个小时。那蜡烛是作为照明用，那同时它也可以抚慰你的心灵，就是看到火嘛，会比较有希望的感觉。然后我放了一块小肥皂，这小肥皂呢可以用来洗手清洁，就是卫生还是很重要的。那这个是手电筒的，它可以放4号电池，也可以放18650电池，这是它的用来切换那个电源来源的这个里面的东西。我手电筒放在别的地方。好，这个是收音机的这个天线，它附的，没有天线其实也可以听得蛮清楚，只是就备而不用。好，接下来是电源的部分，这个是18650的电池，那这个电池一颗好像容量有3600左右吧，用来放那个手电筒的。好，那这边有备用的电池，这个也是可以放在手电筒的，就是用这个搭配这个东西，它就可以变成手电筒的电源。好，那我备了2个这个3号电池，这是用来放收音机的。接着是我的手电筒，那这个手电筒呢，如刚刚所说的，它的电源呢是用18650的电池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它也可以切换成用干电池的形式，还蛮方便的。大家可以选择这种就是电源，它有多元性选择的这种电器。好，然后它有3段光，第1、第2、第3，然后爆闪。然后这个是 SOS。好，这个是收音机，这是3进的 DT800，那它还蛮方便的，按下去就可以马上听了。听到吗？关起来。这个它是这个3号电池2颗，2颗呢就大概可以听1个月了吧。如果你不要开24小时，大概一天听个1-2个小时，它可以撑蛮久的。那除了刚刚我提到这个豆干啊，还有这个长效性的干粮呢，我还有准备一些额外的热量。那这就是看大家的喜好了。我准备了这个坚果，里面是有这种像是果干的，就是甜甜的。然后本身呢，这个坚果也是很好的油脂的来源。然后我准备了这个坚果棒，大家就是看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品牌。这是益美生机的坚果棒，那它这个热量呢还不错，大概173大卡，然后蛋白质也还蛮充足的，大概4公克，还可以。然后这个是大豆能量棒，这个品牌大豆营养棒，它热量大概140大卡，蛋白质5.3，是还不错的选择啦。作为避难的食物来说的话。接着我也有准备这个高蛋白棒，那这个是巧克力口味的，它一条热量大概200大卡，然后蛋白质有15公克，还不错。好，那这个比较没有那么营养了，很甜我避难包有放随身的，就是比较小条，这个是比较大条的，随身的大概一半吧。
那它这个一条的热量就有247大卡，非常甜，非常高热量。那蛋白质其实有4.3公克。好，我接着都把东西都装回到袋子里面了。那这些食物啊，这些热量其实应该够我们撑好几天的，就是狗活吧。人3个礼拜没有吃东西才会死，但3天呢没有喝水就会死。所以说呢，避难包里面一定要放水，或是说你可以取得水的一些容器，还有让水质变干净的滤水器之类的，那才是必要的。然后我就把这个装回来。好，这个是食物。然后这是我的备用的衣物，里面有一件 T 恤、一件短裤，然后一双袜子。这个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吧。我还利用防水袋把它装起来。这个就是目前装起来的样子。那我还会加一些瓶装水进去。瓶装水现在没有放进去，因为我另外放在我房间的一个地方。好，这就是我 BOB 目前的内容。那我还是不断的在改良它、改善它，因为我们真的都没有实际的经历过所谓的现代战争，所以真的不知道到那个情况呢会需要什么。那只能一直不断的去思考，一直去讨论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 BOB 的分享。那下一集呢会带大家看我台北的租屋处。其实现在我就是想到什么拍什么，因为当做是一个兴趣吧。就也许影片本身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精致，或是剪接看起来没有那么的专业，不过呢，就当做是一个尝试。那大家有什么建议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欢迎大家点赞、分享，我连这都不太会讲。欢迎大家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哦。